巴基斯坦的歼十 CE 将与土耳其的 F-16V 对决，不用担心泄密，要有开放态度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近日，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，巴基斯坦空军准将阿萨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希望歼十 CE 战机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演习。不管这次巴基斯坦方面是否会派出歼十 CE 参演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未来一定会有歼十 CE 参加的国际军演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：巴基斯坦装备的歼十 CE 会不会因此而带来泄密的问题呢？首先，出口装备不会存在严重的泄密问题，因为这原本就是针对国外的订购而专门研制的，与我们自己装备的歼十 C 战斗机存在着差距。战斗机的一些顶尖武器的电子设备，比如操作系统、火控系统，在装备使用过程中都是工程师编写的源代码执行的，这些源代码几乎无法被破解。另外，各种战斗机的机密参数的设置，比如用来敌我识别的应答机、雷达、航电设备的一些参数的设置，都会有所调整。第二，巴基斯坦空军也会遵守与中国的保密协议，避免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土耳其军队拿到。毕竟，土耳其是北约的一员，在进出口歼十 CE 这样的高端武器时，巴基斯坦方面会与中国签署一份协议，其协议的内容会规定这些武器装备的公开展览或者参与演习的限制，一般不允许直接让潜在敌对国家的人员接触。比如，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 F-16战机就一直没有机会参与中巴联合军演。土耳其虽然不是中国的敌国，但是也不大可能接触到歼十 CE 的一些最敏感的部分。第三，歼十 CE 虽然是中国空军的现役装备，但并不是最先进的装备。对此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。中国既然能够在以泰国的联合演习中派出歼十 C， 那么巴基斯坦出动歼十 CE 参与土巴军演，那么这个性质呢是一样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歼十 C 在中国空军新一代作战体系的3剑客之中是属于中型低档的。第四，国产武器与西方武器进行正面对抗，中国军工企业可以从巴基斯坦那边获取有价值的反馈，这对改进我国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是有帮助的。在中国军工发展的历史上，满足巴基斯坦军队的作战需要，有利于中国武器积累实战经验，并且不断地获得改进，促进中国军工企业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武器的不足，并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改行。至于很多网友关注歼十 CE 与土耳其的 F-16V 对抗时的表现，单从武器性能的对比而言，歼十 CE 在隐身性能、态势感知能力和武器方面可以说是有领先优势的。但是具体的对抗成绩还要看双方演习的科目。如果是模拟超视距的空战，那么歼十 CE 对 F-16V 具有压倒性的优势。但如果只进行狗斗，也就是近距格斗，那么双方的机会大约是5-5开。如果歼十 CE 挂载了霹雳10E近距格斗导弹，那么在近距空战中，相比于美国的 F-16V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当然，这还要看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的发挥了。就过往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空中演习科目来看，双方演训的实战化水平并不算太高，缺少高强度的电子对抗和体系化作战的模拟，所以不见得能够发挥出歼十 CE 在中国预警机指挥下的作战实力。前一阵，西方国家的卫星发现巴基斯坦的 JDK-03 预警机重返中国，可能是要进行升级。这也意味着巴基斯坦也想要完整的中国空中作战杀伤链。更厉害的也就是这个。总体而言，歼十 CE 从卖给巴基斯坦开始，就考虑过巴铁可能会以包括土耳其和中东国家在内的
各种各样的西方国家的军机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的问题，自然也会考虑到可能的泄密问题。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虑，反而是这样的空中对抗演习多了，我们能够从巴方那里得到更多的反馈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出口的武器。我们也相信巴基斯坦军方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